这些肌肉呢是怎么和骨骼长在一起的。现在所画的这个部分呢是股直肌的韧带部分啊，股直肌和髌骨相连的这个韧带的部分。那和髌骨相连的还有几块非常重要的肌肉，它们共称股四头肌，它们所跨区域也比较大，范围比较大，它占了我们腿部的前侧。然后是髌骨与胫骨粗垄相连，中间是髌韧带。那么在胫骨上面的这个坡面上，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位置。那么我在这里呢画的是胫骨前肌啊，胫骨前肌在这个三角面的外侧啊，三角面的内侧呢我们没有肌肉附着，所以呢它是皮下胫骨啊。现在画的这一条呢是比较直的这个造型，它是髂胫束，因为它是一个肌腱，它是肌腱的话，它相对来说比较硬，没有弹性。当我们在画大腿的时候，在大腿的外侧有一条比较明显的凹痕，也比较直的凹痕，那就是髂胫束啊。它附着的位置啊，它结束的位置呢，就是在胫骨的外侧啊，胫骨的外侧面。然后呢，从它的下面后边过来一块肌肉，附着在这里，这是刚才我们最后所讲到的那一块，它是股二头肌。然后我们再来画一下小腿后面的肌肉，它所占的区域也比较大，从前面依然能够看得到，它在股骨的后边开始，从股骨的后面开始，也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，分别在外侧和内侧都能够看到一些它的痕迹。然后在膝关节内侧我们还差一块，对不对？在这里一直到胫骨的内侧，这个底面到这里结束，那这个就是风降期。那么在它造型上，我们能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在膝盖骨的上边啊，它有一个大块肌肉，然后在小腿骨的后面，它有一大块肌肉。然后呢，它整个外侧的趋势偏直，它整个外侧趋势偏直，然后整个内侧趋势偏弧，它结束的位置也偏低。我们从这个正面图来看，外侧的肌肉结束在这里，内侧的肌肉结束在这里。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明显的一个特征。那么在这个髌骨和髌韧带下边呢，它还有一个结构，脂肪垫。这个脂肪垫呢，它变化多端，它对于外形的影响有的时候明显，有的时候不明显。如果我们找到这个髌骨和髌韧带之后呢，能够在旁边看到两坨隆起的造型，那么我们就知道它是髌韧带下边的髌骨下边的这个脂肪垫。有的时候它造型不明显啊，它对外形的影响不明显，就不用考虑它。然后我们在这个真人腿上看一下，它的膝盖骨这边有一个明显的隆起，这里是胫骨粗垄。在胫骨粗垄的下边，我们能够找到一块皮下胫骨，哎，这块没有肌肉覆盖，在髌骨和胫骨粗垄之间连接一条髌韧带，在髌韧带的下端有一块脂肪垫。然后这一块呢，就是它腿部的股四头肌。我们看到在这里呢，它有一个小小的凹痕，在这有一个凹的印儿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呢，横向的也有一条韧带把它们勒在一起，所以在侧边它有这样的一个凹痕。不过这个不是特别的影响，这个角度下我们看不太到这个缝降肌，大概一条弧线给它交代过来。在大腿外侧比较直的这个凹痕呢，我们就知道它是髂胫束。大腿后边结束到尾骨头，这里是股二头肌。小腿后边我们看到这个造型呢，它就是腓肠肌。这腓肠肌和胫骨前肌之间它还有其他的肌肉，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呢，它不明显，所以暂时我们先不用管。那么这是整个膝盖部的一个解剖结构。